还有你敬爱的那个关老师，他给你。谁？师姐，关老师。 你，我送你一程。你不是警察，你哪头的？都算不上，帮朋友个忙。兄弟，不管你是哪路神仙，高手，放我一把，还我日后知恩图报。可你看，我都来了。 你再不让来，别他妈怪我不客气。登城上路这种事儿，不用客气。爸爸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规划好自己的一切。爸，谢谢你。
据说这次投毒是针对你的，要不是刘长勇，估计下面躺的就是你了。你还真是幸运啊！每次到了危险的时候，都有人出来替你扛。离得怎么样？被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得谢谢你，真的，谢谢你证明了我的清白。谁不希望过普通人的日子？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。只是有的时候，我们为了其他人能过上这种生活，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。支队就是个家庭，一家人嘛，各自难免揣着点小心思。但是咱们不能忘了，大家还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。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，在各种辅助的工作当中，甚至在根本没人知道的某些工作中。老刘在他的工作上也是尽职尽责了，他的牺牲对于我们来说，像是失去了家人。老关，有些事儿咱哥俩得好好聊聊了。老虎该喂了。行，那我在支队等你。原来剩下这本复卷一直藏在你的车上。看过了。是我哥陷害的我。看来我怀疑的没错。但老实说，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，他这么做恐怕另有苦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他真的是他陷害了你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案卷我先拿走了。哎，别，看完我就还你。喂，老关，趁着天亮，你快点。知道了，我吃完饭去。你为什么陷害我？我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晚上不敢出门，是你心里有鬼。我敢堂堂正正的说，我根本没有杀害吴正一家五口，可你敢吗？啊！每次当有危险的时候，
都有人出来替你扛。哎，管队，您看见小周了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哦，他今天啊又重新的勘验了一遍213灭门案的一些物证，他找我帮忙，说看这工具箱里面有没有缺什么东西。后来啊，我打电话给这生产厂商了，还确实有，而且呢这批号了也在这儿，其他东西都是齐的，就是少了一样，手电筒。他好像总是觉得这丢失的东西跟凶手有什么关系。我帮你转交给他吧。嗯。你哥市局的人刚把他铐走了。你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，是不是？红宇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哥哥。 我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的陷害你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们兄弟俩所背负的一切，都必须由你们两个共同来面对。咱们的孩子也需要一个勇敢的、有担当的、能在阳光下看着他长大的父亲。你说呢？
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你迟到了，关队长。今天路上有点堵，我跟你说别跟我买关子，否则我可不奉陪。向前走1个路口，我得确保你没被跟踪。你给我滚蛋！500中了你1枪，然后被车碾死了，对吧？你到底是谁？向前走1个路口，你就能知道是谁拿走了你的枪。哎，这家伙怎么了？想巅峰啊？不知道，咱们倒省事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等消息吧，先把他扛走。110吗？我要报案。我接电话了。还没联系上关队啊？没有。你认识他？啊？谁？我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哥，这照片给你1张，拿好了啊。哎呀，光哥，洗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把今天的监控资料借我查一下。好的，关哥。关哥，您拿好。好，慢走，关哥。
哎呦，关队，关队，你可回来了！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。鞭炮声太吵了，没听见手机响。凶器找着了？小高在楼道垃圾桶里找着的，上面有血迹和指纹。关队，结果比对出来了。谁呀？什么看看？怎么会这么快？哥，你听我说，其实当时我……你要么投案自首，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，要么就赶紧跑。洪峰啊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作为直系亲属，你必须要回避。真的没杀人，我现在该怎么做？哥，你想想办法。喂，我是关洪峰。怎么堵成这样了？总队，总队 ，B07呼叫。B07，请讲。我们行驶到环线路封闭隧道中段，前方道路拥堵，是否需要应对处置？前方道路是否完全拥堵？是，好像有肇事车辆。B07，按常规处置预案，引导车流，尽快驶离肇事路段。B07收到。下车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你们下车来帮忙。你们的车往前开，别挡在这儿。别挡路，别挡路。来，前面是动一动，动一动。快点，快点。前面动一动。怎么回事？动一动。快点，别停在这儿。把车往旁边开。快点，来，怎么回事？动一动。快点，哎，别跑，别跑，站住，追，快，哎。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追！别跑！追！站住！停下！站住！停下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谁？太黑了！这。看这汗出的。关队，总队拘传你回去调查，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，别为难哥几个，老实待着。劲儿还挺大，门都撞坏了。
就5分钟，不许谈论任何与调查有关的事儿。领导有交代，周队，你应该懂的。我明白。开门。01年，对，01年1月27号晚上10点多钟，我骑着摩托车路过丰庄路东口，大部分的店面都关门了，三三两两的行人也赶着回家过年。在前面不远处的那个岔路口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我还在地区队做探员，刚从警校毕业，很不适应跟那些小小之徒还有无耻之辈打交道。只要有什么事儿，只会用武力解决。我最高纪录是同一天打伤了流窜作案的强奸犯，强奸犯请来的律师，律师找来的假证人，还有西部队的一个探员。那个时候我眼白浑浊，皮肤粗糙，估计还有口臭。除了抽烟喝酒，我厌恶所有的一切事物，包括我自己。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深夜倒在床上，不把自己喝得完全没有了意识，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特别让人绝望而想哭。恰逢其时，作为市局指定的种子选手，骑着3级运载火箭的关木峰，你出现了。你一路平步青云，28岁就代替刘长勇做了地区队的指挥，而我因为打人被停了职。刚当上副支队的刘长勇想借此机会把我沉到派出所，或者干脆把我从警察队伍里开除了。我也抱着打压一顿脱衣服走人的想法，干脆放开了心。我整天无所事事，2手插兜在支队门口逛荡，等着劫持同事下班陪我去喝酒。那天晚上，我忍着宿醉的头疼在街上游荡。你戴了一条跟上衣极其不搭的紫色的围巾，被一个卖簸箕的老太太揪着在那理论。
01年长汾分局1半的庆功会都是为你开的，整个公安系统都认得你关洪峰这张脸。老太太说你把她的簸箕筐撞倒了，让你赔50块钱。我记得好像是旁边卖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，在那议论，说明明是老太太自己没站稳，却要讹诈你这过路的小伙子。他们俩也对这事儿特别气愤，但没打算为你出手。你帮老太太捡回了簸箕，搁在筐里，不厌其烦地跟她解释：“我是从路西口过来的，我走的是右道，离你2米多，不可能碰着你的。”那时候你就像小学课本里写的那种警察一样，拍张照片就可以作为亲民一家亲的宣传海报。你对牛弹了半天琴，老太太根本不说理，最后发起了眼泪攻势。你盯着那个瘦小枯干的讹诈者，愣了几秒钟，平静地掏出了50块钱。老太太刚要接，我过去了，我盯着她，她把手缩回去了。也有可能这个受处分和受表彰都一样，都可以名扬天下。嘿，你一眼就认出了我。你把钱塞给老太太，拉着我往前走了一段，跟我说：“这样不解决问题。”嘿，当时我对你这个警衔比我大2级的同龄人，我很是不以为然啊。你不说对不对，好不好？光讨论有没有用，我告诉你，我顶烦你们这号。你可能闻到了我身上隔夜的酒气，你跟我说了一声：“走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”饭很得味，汤很浓，就是没酒。其实那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没有喝酒。一顿饭让我们彼此熟悉了很多。结账的时候，我打着饱嗝对你说：“你这么纵容他，会让这些无赖横行的。”你诚恳地点点头，接受了我的指责。然后你把饭菜打好包塞给我，对我说了一句：“要继续想干刑警，明儿找你去报道。”我叼着牙签儿，恢复了那张不掉全宇宙的脸。我记得我问了你一句：“我凭什么跟你混？”你也没理我。你把围巾叠好了，塞进包里，淡淡的跟我说了一句：“因为你没得选择。”之后的10年里面，我跟你学会了什么时候可以按兵不动，什么时候可以超保和攻击。我不再痛恨周遭的一切，包括我自己。2年之后，哥们儿做了北部地区的队长。同年，你被调到了龙达派出所当副所长。1年之后，你又回到了支队。你在刘长勇祭火中烧的目光中直升支队一把手。2个星期后，我辞掉了北部队的职务，降级升调支队长助理。老关，咱们兄弟15年了，可以说没有你关洪峰，也就没有我周迅的今天。15年啊！操！我居然没有交下你这个朋友。
在茫茫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不美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。你一个人还敢去支队啊？不怕到了天黑回不来啊？做人走人路，撞鬼踏鬼途，我也该烫烫晚上的头。你恨我吗？你知道一个人生下来能有一个孪生兄弟的几率有多大吗？从小到大，虽然咱俩有相同的外形、相同的声音，甚至体内流着相同的血液，但相互之间的关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过，对吗？如果说一母同胞是缘分的话，那咱俩并肩能走到今天，那就是造化。你听着，我不知道你对我做过什么，我更不知道你对自己做过什么，我也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如果换我是你的话，或者说有一天你要是沦落到我这个地步的话，我是绝不会抛下你不管的。太阳白天的夜，有没有重叠？星光凋谢，迫在眉睫。轰轰烈烈，代价不屑，谁向谁妥协，谁跟谁告别，谁跟谁告别，谁跟谁告别。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
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